After these 2 weeks, I think it's probably the 2 weeks' time, we're going to see a sudden attack of some sort. There's going to be a letdown in this peace process, and that will probably come from Iran. Something terrible. They'll do something terrible. Maybe a terrorist attack of some sort. Maybe hit something like a carrier or something like that. Hello， 大家好，我是奇文。今天这期影片啊，咱们要来分享一件非常劲爆的内容。英国著名的预言家帕克先生在这个4月8号的最新影片中啊，对这个中东的伊朗局势啊，给出了一个最新的判断。这内容啊实在是太精彩了，那我一看完啊，就忍不住连夜特别整理出来，想赶快跟大家来聊一聊。那帕克一开头就说，现在这个中东的局势啊，已经彻底的失控，简直像狂野西部一样混乱。他提到说，这个川普啊曾经公开放话，如果谈不成这协议，就要把伊朗炸到不复存在。可是啊，川普真的会这么做吗？还是这只是他的一个谈判的策略？因为现在这个整个的局面啊，让人很难判断谁在说真话。为了搞清楚这件事儿呢，帕克这次啊，同时采用2种方式来看，一个呢是他个人的通灵洞见啊，另一个呢就是中国的易经。他特别起了个卦啊，问了2个核心问题：川普接下来会怎么做，以及以色列接下来会怎么做？结果发现呢，易经给出的答案啊，竟然和他的通灵感应啊高度吻合。在帕克看来中东现在其实同时在打2场平行的战争。第一个呢是以色列对这个黎巴嫩的持续轰炸，第二个呢是美国以色列与这个伊朗的直接冲突，而以色列看起来是铁了心要把在黎巴嫩的任务彻底完成。帕克形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一个相当强硬甚至有点偏执的领导者，他对伊朗已经是气到不行了，决心要把事情做到底。但这也让帕克非常担忧，因为越来越明显的迹象就是以色列呢可能早就拥有核武器了，因为以色列呢一直没有加入核不扩散条约，也从不承认或否认自己有核弹。那这种模糊状态已经持续好几十年。帕克还说自己曾经去过以色列的内盖夫沙漠，那一带的地形非常的广阔，而且有很多山，非常适合隐藏大型设施。他认为以色列早在1970年代呢就有技术和动机呢发展核武，毕竟爱因斯坦是犹太人，核裂变的概念也跟这个犹太科学家有很深的渊源。It's not really a peace, it's a ceasefire for a while. But everybody wants to claim that they're the peacemaker. That's what Trump wants to do. The markets are about to explode, about to boil. The oil price goes crazy, so I have to take it off the heat a bit for a while. Let's ease off for a bit. Let's give them 2 weeks to settle down before we do anything else. We can't go in all guns blazing constantly because it'll affect the markets. So Trump's got one eye on the markets all the time. 不过以色列呢有自己的长期计划。帕克感觉以色列内部有不少人希望国家版图大幅扩张，目前在这个黎巴嫩的行动呢，很可能就是他们长期计划的一部分。先是控制黎巴嫩，然后像以前在戈兰高地那样把定居者送进去，建立永久的存在。帕克同时提醒大家，外界其实低估了伊朗。And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the Iranians have known that this is coming for a long time, so they've spread everything out. You know, it's still amazing how many missiles they can fire across, even now, after all this time of people bunging artillery at each other and missiles at each other and all the drones, and they still keep coming. So there's still a lot more hidden away, I feel, with the Iranians. 因此在帕克的判断中呢，这场战争呢不会像外界预期的那样在2周内结束他预感呢这件事儿很可能会拖上2年。至于川普，帕克的看法也很直接，他分析川普现在的策略其实是在拖时间。他认为川普一贯的谈判模式就是先把对手逼到墙角，再逼对方坐上谈判桌。但伊朗其实已经看懂这一套了，所以对伊朗来说呢，只要撑住不被彻底击垮就是一种胜利。因为目前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政权更替，体制还在，人还在，即使高层被清除，还是会有人补上的。帕克认为呢，目前这个局势相当危险，他最明确的预测是 After these 2 weeks, I think it's probably the 2 weeks' time, we're going to see a sudden attack of some sort. There's going to be a letdown in this peace process, and that will probably come from Iran. Something terrible. They'll do something terrible. Maybe a terrorist attack of some sort. Maybe
hit something like a carrier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另外就是帕克还提到了一个细节哈，就是他自己之前在这个通灵中清楚地看到了一艘美国的航母被击中，但外界却只用洗衣房起火这种说法轻描淡写带过。他认为呢，现在有大量的资讯被刻意的掩盖，外界看到的并非是完整的真相。在这样的背景下，川普虽然很想宣告胜利然后抽身，但现实他已经被困住。帕克感觉美国最终还是必须更深入的介入，而这又将非常的困难。帕克预测，只要再发生一次重大攻击，不管是针对以色列美军基地，还是沙烏地阿拉伯之类的国家，整个的局势就会再次彻底点燃。而这个时间点呢，很可能就在这2周和平期结束之后。所以帕克总结说，现在这个所谓的和平更像是一个掩护，各方呢都在利用这段时间重整、观察、布局，而不是真的准备结束战争。接下来呢，帕克分享了他用易经起卦的结果，那这部分真的很有意思。他先问川普接下来会怎么做，得到的是简卦，卦象水山简卦，即上卦是坎水，代表的是危险和向下沉，下卦是艮山，代表的是坚固和停滞。这两者碰到一起就形成了非常强大的阻碍，因此也被叫做阻碍卦。帕克进一步解读说，那这个卦象简直就是伊朗的阿巴斯港的地形写照，前方是危险的峡谷，后方是高山。要想真正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拿下这个重兵防守、布满地雷、易守难攻的港口。但这绝对不是空袭就能解决的事儿，很可能需要数万地面部队全面开战才行。另外就是简卦的卦辞显示，西南有利，东北不利，利见大人贞节。意思就是现在不适合硬碰硬强行推进最好呢是暂时后退一步，重新评估调整策略。因此帕克先生认为川普会先利用这2周的时间进行这个战术性退让和外交调整，让这个市场先喘口气，也让这个军队有时间重整。但长期来看，他最终呢还是会出手，目标呢很可能就是阿巴斯港或者是附近关键岛屿。那接着呢，帕克有起卦问以色列接下来会怎么做，那得到的是易经的最后一卦未济卦。未济的意思代表事情还没完成，正卡在过渡阶段。而这个卦的最上爻是动爻，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变动中的爻，代表局势还在变化中，尚未定局。另外这个上爻还特别有警告的含义，意思是说越接近这个成功，越容易过度自信、得意忘形，就像这个喝醉酒在庆祝，结果却失控了一样。因此帕克预测以色列在这个黎巴嫩很可能会遭遇远超出预期的强制抵抗，坦克部队呢可能陷入苦战，还会损失大量的军事装备。不过帕克也补充说，在以色列的卦象中，由于出现了动摇，所以可以推算未来的后续发展，而他推算出来的结果是解卦，代表解除化解的意思。这显示长期来看，事情还是有化解的可能，和平最终是可以达成的。帕克再次强调，目前这个看似缓和的和平只是表面，其实背后暗藏重大突袭。伊朗它需要喘息重整，川普也需要稳定市场和军力，而背后呢还有中共在旁观察，各种变数交织在一起，这绝对不是真正的和平。而我们真正要警惕的正是这段和平期里可能突然爆发的重大攻击。与此同时，帕克在这个影片最后呢也回答了几位观众的提问，那期望挑几个比较重要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问题，有观众问，目前住在卡达安全吗？局势会不会继续升级？帕克回答的非常直接，他说局势一定会升级，虽然现在会有几周的谈判期，但之后很可能再次爆发。至于安全呢，他认为现在世界上没有真正安全的地方，任何国家都有可能成为恐怖攻击的目标。他把伊朗的做法比喻成操场上的凌霸者，到处挥拳，让大家害怕不敢靠近。不过帕克也说，如果你在当地有稳定的工作，而且真的不想搬，建议可以先维持这个现状。他不认为伊朗有能力全面摧毁卡达、科威特或沙烏地阿拉伯，但局部冲突还是会发生。最关键的难关是美国最终必须出手强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那条航道一定要被打开，否则全球能源和贸易都会受到严重冲击。第二问题，有观众问，谁在和平协议中说谎，是巴基斯坦还是伊朗？帕克说，根据他之前的
纳迪神谕和这次的易经都指向欺骗和假和平。他认为伊朗其实是主动在玩这个拖延战术，他们只是需要时间喘息和重整，根本没有真正和谈的意愿。那至于巴基斯坦，则是被夹在中间，虽然有穆斯林兄弟情谊，但目前并不是积极煽动战争的那一方。第三个问题，2026年的美国中期选举，民主党会拿下众议院吗？那对于这个问题呢，帕克还是维持了他之前的预测，认为这个民主党会拿下众议院这会稍微削弱川普的权力，让他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大刀阔斧地推行制裁、关税或战争政策。不过川普呢还是会继续执政，甚至可能因为2028年的全球冲突而延长这个执政时间，有点类似第3任期。第四个问题，美国会恢复征兵制吗？帕克说，短期内还不会像越战那样严重，但最终呢，美国还是会派这个地面部队进入伊朗。真正的征兵压力可能要到2028年左右才会出现，因为那时他长期预见的中美大冲突，也就是以台湾为主的危机就会爆发。他强调，目前的伊朗危机其实只是这场更大对抗的序曲而已。第五个问题，俄乌战争何时会结束？帕克坦言，这是个棘手的问题。一开始，他和纳迪神谕都预测过这场战争会拖很久，结果真的拖了这么久。他现在还是认为，至少还需要2到3年，甚至可能超过川普这一任期。虽然川普说要快速解决，但他觉得很难达成协议。从这个现实层面来看，俄罗斯其实从这次伊朗危机中大赚一笔，油价暴涨，他们卖油大赚。现在呢，又有资金继续制造武器。俄罗斯跟这个中共的合作也会更紧密，可能用这个石油呢换中国的技术来支撑乌克兰战场，所以这场战争短期内很难结束。接着呢，有这个观众问到AI 的未来，帕克说 AI 就像任何重大发明一样，有好呢也有坏，它是非常强大的工具。他自己呢也常用这个 AI 设计他的 YouTube 缩图重新呢设计他的网站，效率呢确实提升很多。但他最担心的问题是 AI 可能会让人类的智力慢慢退化。帕克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因为这个 TikTok 和短影片呢，注意力严重缩短，习惯即时满足，逐渐失去这个深度思考和创造力。比如说这个写作、绘画，甚至这个法律文件都被 AI 取代。我们现在的脑力就像以前用这个计算机之后就不会心算一样，正在慢慢萎缩。在军事领域 ，AI 的危险性更高。如果无人机群和导弹系统来交给 AI 控制的话，可能会造成像冷战时期相互保证毁灭那样的紧张局面。正因为如此，各国才必须拼命地发展 AI， 否则就会被远远甩在后面了。不过，帕克最后还是乐观地认为 ，AI 整体会带来更多的好处，只要我们学会好好地适应它。让它为全民所用，而不是只掌握在少数的科学家手中，所以我们无法禁止它，只能学会与它共存。另外还有观众问到，普京何时会下台？帕克坦白说，他之前对这个普京健康的预测确实有误，曾感觉普京的健康出问题，结果普京撑了很久。他现在感觉普京可能接受过器官移植，包括肝脏之类，其中部分资源来自中共方面的协助，才能维持他的体力和活力。至于普京下台，帕克认为他不会主动辞职，但最终会是被拉下台。他之前预见俄罗斯未来会出现女性领导人，而更长远来看，大约2030年至2035年左右，俄罗斯呢会出现传统灵性的复兴，尤其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古老灵性智慧。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普通人如何用自己的力量停止战争？帕克说，这是他非常重视的问题，他常常强调思想的力量。他建议大家可以在这个日常的生活中可以试试打坐，这是一种让身体深度放松，但头脑保持清醒的方法。在那种平静的状态中，不要去想负面的事情，而是清晰地看见正面结果，把爱与正念灌注进去。帕克认为，这些正面思想其实是真实的能量。我们可以一起集体去做这件事儿，每天只要花几分钟静静打坐，进入内在的寂静，种下一颗和平的种子。帕克相信爱是无敌的，它最终能停止战争，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真正的力量。帕克最后还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他说，其实我们都是灵性的存在，只是正在经历一段人类的生命，甚至可以说我们都是神，正在以人类的身份来体验这个世界。他最后提醒大家，虽然现在我们并没有真正进入第3次世界大战，但其实已经身处在一种极其危险的局势之中。虽然这些预测听起来有点沉重，但他仍然相信人类可以通过正面的思想与自由意志，帮助宇宙的能量转向更光明的时代。他说，不要被负面的新闻一直牵着鼻子走，我们正处于时代大转移的关键时刻，因为宇宙的能量正在改变，我们正从一个艰难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时代。好了，说完了。如果大家喜欢奇闻的节目呢，就请点赞、订阅、转发，也算是鼓励一下奇闻。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喽。